大学时期看了赵露思，终于明白她为什么能演《不能隐藏的秘密》女主角了。网络上著名的 IP《无法隐藏的秘密》终于播出了，赵露思作为女主角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很多人都觉得她不适合扮演这样一个甜美女孩的角色，但是看到她的大学照片后，立刻就明白了选角。不得不说，她的气质真的是非常的甜美。很多人觉得圆脸的女生更甜美，也很多人觉得大眼睛的女生更甜美，但着洛图似乎对这两个特点不太满意，但心里却依然充满甜蜜。主要原因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吧。甜蜜的特征，其实圆脸圆眼只是比较引人注意的特征，真正的甜美在于脸的端正。比如赵露思，圆圆的鼻子是她脸色灰暗的主要原因，再加上她的眼睛弧度很小，虽然没有大眼睛，但依然充满了呆滞感。另一个甜美的特征是脸上有胶原蛋白。如果一个女孩的脸完全是骨感的，可以看到面部骨骼的形状，那么她就很难走甜美之路了。赵露思脸上丰润的胶原蛋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，有时候因为太丰腴，脸部线条被压到了一起，在脸上留下了很多空白，让她看起来有些胖了。但这对她长远发展来说还是一个优势，毕竟随着年龄的变化，脸上的胶原蛋白会流失，失去了就会破坏照原本的骨骼颜值优势。卢修斯透露，影响甜度的特性，国内娱乐圈中也有很多甜美的女孩经常被人诟病，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她们看起来都非常甜美有女人味，但有时却会让人感觉又老又年轻。原因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原因可能就在于面条的丰满度，面条越丰满，给人的感觉就越年轻，整体的美感也增强了，这是赵露思的一大优点。她不仅鼻梁高高，脸中部也丰润得令人难以置信。虽然很多人觉得她的鼻梁太突兀，但不得不说，高鼻梁饱满的脸型总是比凹陷的脸，她鼻子好看很多。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五官的比例，如果心房的位置太长，或者人体的位置太长，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显老。当然，这个比例必须是在合适的基础上，才能让大家都能看到美丽的景色。如果太拥挤，就会让大家显得小气。整个脸部的光滑度也非常重要，尤其是拍正面照的时候，光滑的脸往往能够提升一个人的气质，让人感觉甜美，这也是赵露思的优点。不过她最大的问题就是脸上胶原蛋白过多，导致五官缩小。有时眼睛看起来很小，眼睛是一个人第一眼就能注意到的东西，所以存在着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女人味逐渐减弱的问题。也有女明星会因为钝角和锐角的不兼容而失去女人味，例如圆眼睛、圆脸，但鼻子尖就失去了和谐感。怎样提高自己的甜度呢？如果你也想向甜美女孩发展，只要注意这几个方面，就能提升你外表的甜美度。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五官的比例，因为它可以通过化妆来改变。如果你的中庭太短，可以加强眼妆，拉长五官；而如果你的中庭太长，可以增加卧蚕的位置，将口红涂在上唇上更充分。同样，那些两侧腮红有明显阴影的地方，有留白的地方都可以减少。在脸上，第二点是脸的中心，如果脸的中间太凹陷，可以在中间留几条普通的刘海来遮盖，同时增加气质的美感。从积极的角度来看，如果提高亮度，凹陷就会不那么明显，尤其是拍照时。很多女生在化妆的时候会不断地把眼睛放大，以增加青春的感觉。其实这是一种很片面的做法，会让人有种被强迫温柔的感觉。不要注意你的外表。看完赵露思的这组照片，你觉得赵露思是一个甜美的女孩吗？嫌疑人英英离开了 Jill the Kai， 工作人员用不同的眼神看着王楚然和赵丽颖，崩溃还在继续。谁也没想到，一部不成熟的现代偶像剧，让魏大欢成为了顶级明星，让杨洋成为了顶级明星，让新花王素年变成了傻女。刚播出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关注，结果白周梗白眼狼梗让无数人不喜欢男主和女主。在某平台去掉演员标签后，杨洋在微博上删除了经纪人贾士凯的踪迹，人们怀疑他离开了贾士凯。对于观众来说，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，
因为当时宋茜被批评了，因为这个人。杨洋的颜值还算可以，不然也不会在宝格丽派对上击败清新的吴磊和漂亮的赵露思，成为现场销售冠军。他一直坚定地向着富家女的样子看，确实没有就外观而言。可挑剔了，明知道自己帅，却刻意炫耀，会让自己显得圆滑。只有浑然不觉的杨洋才能秀出明显的帅气。不过留在娱乐圈之后，一直扮演的都是大帅哥的角色，不少顶级明星纷纷出现。跌倒后，杨洋的信心也有所提升，但没想到他的名声却因为诸多原因而崩塌。身高欺诈和其他马匹扣押等事件。我的世界烟花中，杨洋睡觉时表情憔悴，还得带垫肩，太担心出事，演不好这个角色。而宋焰也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傲慢的角色。杨洋的情商也很低，多次在片场被要求缩短描述人物的长台词。如果有些原著编剧没有看到演员现场表演，杨洋早就被观众发现了时间长了。而且他对女孩子一点也不热情。当主持人问杨洋165斤的女生体重是多少斤时，杨洋说100以上算胖，105以上算胖。花儿与少年中泱泱失踪的事件，当时也让一些姐妹被骂得很惨，觉得自己根本不关心这个哥哥，没有好好照顾他，独一无二。事情发生了逆转，大约1条街的距离，周围都有工作人员要来接他，所以他只能在老地方等他的姐妹们。一开始他迷路了，因为他沉迷于自拍，错过了大事。一群女孩，姐妹们，所以我姐姐不想去找他，因为她认为他没那么傻，不会回来。谁知道杨洋竟然上了围墙。目前有网友正在翻出当时的照片，测量围墙的高度以及泱泱站在路灯前的比例，来算出泱泱的身高。泱泱理论结果超过173。网友，他在华少划船的地方下船继续找鞋。其实173不是问题，但他总说自己180。此外，王楚然的一些举动也引发了对杨洋的仇恨，比如对同事兼老板杨洋，王楚然穿着平底鞋低头拍照讨好，却面对174岁的谭健次碎了。他穿着超高的衣服，让谭健次很尴尬。在《庆余年2》中，王楚然的海报超美，圈粉无数。后来预告片发布时，人们发现他的造型与海报不符，要求更换。随后，王楚然收到一张专业修复伤痕累累的照片，让一些网友感叹：他真的很难杀死，他是系统性的吗？她是言情小说里的女主角吗？总裁自己开了公司，一开始全是黑网，后来他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，发现自己被误会了，就出名了。近日2张对比照让人浮想联翩。赵丽婷在拍摄时面朝前方表达自己的情绪，周围的3名工作人员都一脸幸福，看起来就像是在和赵丽颖一起工作。看着她的表演是本来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，但是当场景切换到王楚然的身上时，大家的表情都是疑惑的，看上去很不高兴，面面相觑，好像和王楚然合作很麻烦。和张晚怡拍历史剧的时候，有一场溺水戏，一开始看到王楚然自己做，在水里冻得瑟瑟发抖，很多人夸他专业，但转眼就有人替他拍了一张照片，原来是替补下水了。张晚怡紧紧跟在替补后面，所以大家都看到他很不自在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敬业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乐于与杨紫和赵丽颖合作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很少使用替身，基本上都是自己做，这也省去了很多麻烦。而且在不张狂的情况下，王素年还是需要多学习，不然他会继续崩溃。多么有趣啊！因为资源如此丰富，如果你提高自己的表演性格和态度，就会事半功倍。如果你因为性格和态度问题而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，那你就真的错失了一个宝藏。